大家好，我是爱迪生。那赛季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说这赛季我要练一个法师玩一玩。那其实这赛季法师是非常强力的，只不过他没有入选国家队所以导致玩的人是比较少一些。但是每服第二个冲破150层的职业就是法师。那我今天就要介绍一下本赛季法师的最强流派——散剑引导风。那先说一下装备吧，我从核心装备开始说起。首先就是武器扭曲之剑，那么俗称呢风刀。本赛季增强之后，这个可以形成一个5合1的大风，伤害呢也提高不少。那一个好的风刀要高伤害、高特效，还要有范围伤。那具体和风的原理呢，我稍后会说到。然后就是副手时刻挥技，释放引导法术的时候会自动带出能量旋风，同时增加能量旋风的伤害。那么这个就是引导风流派的一个形成了。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坑的装备，除了高伤害高特效之外，我们还要旋风的伤害跟范围伤。然后就是埃许娜迦的护腕，法师呢必带这个护腕，提高坚韧。这个部位呢我们要出秘法元素伤害跟暴击。那剩下的就是常规的散剑搭配了。天鹰胸甲我们用于减伤，腰带我推荐用巫医时刻，提高伤害。裤子最好用巫医的找地跋涉者，提高秘法伤害。那可以创建一个1级的巫医角色去制作稀有的裤子，再拿去魔方升级。然后就是岩石护手，提高坚韧。那有了岩石护手，我们就一定要佩戴这个攀冰鞋。那注意攀冰鞋上面呢也要出能量旋风的伤害。肩膀我们用引导肩膀，释放引导法术的时候给我们增加伤害，也可以提高坚韧。项链我们用阿纽的项链，这里推荐出秘法元素伤和暴击爆伤。那戒指部位，团结呢可以增加坚韧，元素嘉年华呢可以增加伤害。头盔的话呢我们有不同的选择，交金必败是悬赏箱子出的，它自带特效呢就是能量消耗降低 30%， 目的就是我们在释放能量震波和主动旋风的时候降低能量消耗，保持这个天鹰胸甲的特效。如果说我们巅峰比较高，或者说操作水平过硬了，那这边也可以出安达利尔的头盔，进一步的提高伤害。宝石我们就选择伤极之殃、求者跟梦之以里宝石。因为梦之以里的效果，所以我们尽量每一件装备都要是远古的。这也是我当时不推荐赛季首发职业是法师，因为这个装备门槛是比较高的。像我就是先玩死灵，大部分的散剑装备都是玩死灵法师的时候掉落的，收集的差不多了再创建个法师的角色。那剩下的几件法师特有的职业装备呢，我们再赌一赌就出来了。所以我相信赛季末期天梯上面还会有不少的法师去冲榜。萃取部分我们选择绝命增伤，兰斯勒的护腕提高旋风的伤害和巨怪，卡利尼的戒指提供超高的坚韧，还有就是福尔瑟克的斥责提高旋风的伤害。其中绝命、兰斯勒的护腕和卡利尼的戒指都是可以和上面的装备互换的，那好的话呢我们就把它装备上去，萃取另外一个就可以了。技能方面，魔法武器选择能量折射符文，会产生一个盾，保证阿纽项链的特效。那暴风护甲选择风暴能量符文，减少密能消耗。能量震波我们选择密能调和符文，每击中一个敌人，下一个秘法伤害就提高 4%。能量旋风选择狂风笼罩符文，把风固定在一个地方，不会到处乱跑。那秘法奔流我们选择火焰结界符文，给我们最多 25% 的减伤。最后就是传送术，安全传送符文，传送之后给我们持续5秒 25% 的减伤。如果说巅峰比较高，或者说只是打大秘的中低层，秘法奔流我们可以换成烈光波的强化符文，进一步的提高伤害。被动技能我们选择元素危害增加伤害，幻术精通增加移动速度跟保命，护甲强化增加护盾的效果，无畏提高伤害。至于我们要不要带春哥，我推荐大家选择法师的女性角色，因为我严重怀疑她就是春哥本人了，自带春哥光环，所以被动技能我们就不用带春哥了。下面我们来说说打法吧，先介绍一下引导风的一些基础理论。因为这个风刀的新特效，我们可以让5个风合并成1个风，越多的风合并则伤害越高。大家可以看状态栏上面这个图标，显示的就是现在是一个5合1的大风。这个流派呢，它释放旋风有2种不同的方法，第一个就是主动释放旋风，第二个是释放引导法术
被动带出旋风。这两者呢，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主动释放的旋风会触发范围伤，而被动释放的旋风呢则不会触发范围伤。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，如果你第一个风使用主动风，接下来用引导法术在同一个点释放被动旋风，则合并的大风会跟随第一个风的状态，仍然触发范围伤。如果说你第一个风是被动释放的引导风，则接下来你即使释放主动风，合并的大风呢也是不会触发范围伤的。掌握这点是非常重要的，直接导致你能否在大秘高层对怪物进行有效的输出。那我们怎样配合能量震波去进行一次输出循环呢？我拿这两个路人做演示吧。假设这是一个怪堆，我们的元素界到火元素的时候，就可以释放能量震波。这时候我们击中2个怪物，那下一个密能法术伤害就提高 8%。等元素界转到电元素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释放一个主动风，然后在同一个点用被动引导风去合并一个大风。等到秘法元素的时候，我们这个5合1的带范围伤的大风就形成了，会造成巨量的伤害。那这一波打完，我们就能够继续去找更多的怪，去准备下一波的输出循环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实战演示。那现在是冰元素，我们先跑一跑，拉一群怪过来，然后用火元素释放这个能量震波，击中了13个怪物，总共增伤 52%。然后我们用主动风，怪物被吸进来，再用引导风合并。最后秘法元素的时候，踩着神木拳把精英就一波带走了。那只要掌握好这个输出循环，法师的伤害还是非常强力的。那期间呢，我们要灵活的运用传送术，能踩神木拳的时候尽量踩，释放传送之后可以给我们增加这个坚韧，保证我们在秘法元素爆发的时候呢能够站得住。最后打 BOSS 的话，如果是会召唤小怪那些 BOSS， 我们可以依旧按照以上的输出循环去打。如果说是像佐敦库勒这种单体 BOSS， 我们基本上就只用引导风输出就可以了。那注意呢，每5秒钟我们要离开 BOSS 15码之外，触发卡利尼指环的减伤。那切记呢，我们就不能一直贴着 BOSS 输出了，否则你电甲减伤一段呢，立刻就会暴毙。好了，那本期的法师能量旋风介绍就到这里了。那赛季末期呢，大家可以练一个去玩一玩，还是非常有趣的。那记得一定要选女法师哦，春哥附体啊，强韧无比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